原本已经消停一段时间的北溪事件日前再被提及，有中国教授公开质疑北溪事件，并得到了德国官方回应。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2022年9月26日发生北溪天然气管道袭击事件以来，西方对此调查半年之久，但并未给出明确结论。实际上，种种迹象显示，这就是美国干的脏事。不过，美国现在开始转移舆论焦点，把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的责任推卸给了乌克兰，以自证清白。但是，其拙劣的谎言令人捧腹。美媒和德媒这几天连续发文出招，称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的背后元凶是某个亲乌克兰组织所为。乌克兰当然不愿意给西方背锅，其官方政府自然是驳斥了此说法。当然，除了乌克兰，俄罗斯官方也认为这种说法是胡扯。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这一事件根本就不是乌克兰干的，在海底深处制造威力巨大的爆炸，干掉北溪管道，需要国家层面的全力支持。普京意有所指地表示，那些掌握特定技术的国家才有实力炸掉北溪管道，而理论上炸掉北溪管道对于美国最有利，因为中断了俄罗斯向欧洲市场的能源输出，美国就可以用自己的天然气出口份额代替俄罗斯的出口份额。有意思的是，作为受害方的德国始终不愿意表态。自从北溪管道被炸后，德国方面一直在打太极，并且纵容俄罗斯炸毁北溪管道这类阴谋论的说法。实际上，这类的说法已经被证伪，因为北溪2号爆炸的地点在德国家门口，以德国和美国的监视能力，但凡俄罗斯出动海军，都将暴露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更别提当着他们的面炸毁北溪管道了。相反，在北溪管道爆炸当日，美国海军驱逐舰在管道爆炸地点附近游弋。3月10号，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其官方号上发文表示，德官方称目前仍在调查，调查还没有结束，尚不知道北溪管道爆炸后的幕后黑手。这个说法是很牵强的。过去了半年没有调查明白，美国官方和媒体此前保持了非同寻常的沉默。有关欧洲国家，包括德国，似乎也是顾虑重重。俄罗斯官方曾多次呼吁共同调查，遭相关国家拒绝，可见他们心里是有鬼的。对此，中国复旦大学教授沈毅表示质疑，德方为何没有早点发布相关消息？是不是德国政府本身不掌握德国的情报机构，因此只能根据美国政府的节奏发布消息？德国是不是美国的仆从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想到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号很快回应了，回应的内容自然是传统的八股文，称德情报机构对德媒早就透露了调查情况，而德国媒体奉行独立报道的原则，即政府不参与报道工作。很多情况下，德政府也不知道媒体报道了什么，媒体有权监督德国政府，并且可进行批评等等。实际上，意思就是德国官方没有调查完，现在没法做结论。至于媒体怎么报道，他们自然就不管了，典型的甩锅言论。既然按照他们说的，德国官方没有调查完，为什么此前德媒造谣是俄罗斯炸毁北溪管道呢？德媒在诱导公众得出错误结论时，德国政府为什么不阻止此类虚假的消息报道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早知道是他们美国主子干的，又不敢让外界获悉受认可的真相。不然，德国人若知道美国宁可让欧洲挨冻也要炸掉北溪，而且德国政府还帮助美国隐瞒真相，那还得了？自然是脏水都往俄罗斯身上泼，转移矛盾焦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知名记者西摩赫什在日前首次向大家爆料了北线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实际上是美国精心策划和主导的相关消息。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状态后，美国担心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彻底，尤其是对于德国而言。因此，拜登打算采取武力手段干掉北溪管道。对此，美国和德国政府心知肚明，此举堪称一石二鸟，不但可以迫使欧洲和俄罗斯迅速割裂，
让欧洲无法依赖俄天然气供应。美国的天然气还可以补上俄罗斯天然气份额的空缺，在欧洲大赚大捞一笔。反正价格卖得比俄气还贵，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对美国坐地起价的行为表示不满。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如美国所愿，俄欧和俄罗斯进一步加深矛盾，即便是战争结束后，欧洲也将长期处于与俄罗斯对峙，美国背后拱火的长期状态。